開始直播，大家周末好啊！正式開始之前，先簡單聊两句啊。這個標題打錯了，改的時候，忘了把之前的標題改了。忘了把之前的標題改了。本來是那天設定完以後，就用的上一次的標題，結果發的時候把時間發錯了，再改的時候又重新發了一遍，結果就忘了把標題改過来了。這個直播完以後我再改回来。先簡單說兩句吧，就是上次減肥針的那個直播呀，有點着急了，最後大纲有2塊沒說完，今天就簡單給大家說一下。名字不能提，我現在才知道，就是只要提西药的具体名字，这个流量就会变得特別差，可能有點這個各種方面的問題吧，反正就油管平台是不讓這麼說的。本來我是想說一下，還有2塊，一個是中醫怎麼看它這個減肥針會起作用。你像我們現在很多現代人他會變胖，尤其是體重超重或者是過於肥胖 ，BMI 大於27、28、30這種，通常從中醫的觀點來講，就主要是認為人的這個消化系統變成一個胃強脾弱的狀態，就是你胃消化能力是比較強的，他老想吃，不吃的話就覺得胃不舒服。但是脾呢，這個脾主要是指功能啊，就實際上是包括腸道，包括胰腺，包括膽囊啊，包括肝臟這些代謝，甚至包括一部分腎，就是它的就是西醫的解剖的這個實體概念和中醫的這個功能概念是有一些不是說1對1的觀念的，但總之簡單說就是說把這個食物化成精微化成營養之後，你人體吸收的這個能力是變弱的。比較典型的表現就是你的大便會出現異常，比如有的人可能會出現便秘的情況，有的人會出現這種長期慢性腹瀉或者大便不成形啊，或者是大便很黏膩，排便不暢，或者是排完便沖完水以後，這個大便粘在馬桶上很難沖下去。這個其實在現代醫學裡面都是叫做可以算到腸漏，就是你的腸道的消化吸收的這個能力跟不上你的你的胃，然後吃這個東西的能力，所以它會有很多的這種營養物質，在腸道不能吸收，就通過大便排出來，然後你的大便的性狀會出現一些不太正常的情況。那怎麼辦呢？這個減肥針的思路就是很簡單，你不是胃強嗎？那我就把你這個胃強變弱，生化版的這個縮胃手術嘛，就是把胃的功能給它減弱，甚至完全停掉。同時呢，又通過這種神經抑制，直接讓你不會感覺到飢餓。但是這樣一來呢，你的脾就是說我們運化精微、運化食物這個營養的這個能力還是沒有的，還是弱的。你吃的雖然少了，但是它運化還是差，所以你可能你的大便的性狀並不會變好。這樣短時間你雖然可能體重是下降了，但減的更多的還是你的骨骼肌，減的是你不想減的這些東西。然後一旦停藥了，你的這個胃又回來了，然後很快你又會吃的更多，然後你的消化能力還是那麼弱，所以就會很容易就復胖，體重又恢復2/3吧。這是柳葉刀的這種調查數據，他的論文結論是這樣的，就是停藥1年之後復胖2/3。那怎麼辦呢？我的建議就是中醫它是個性化嘛，就是每個人情況其實具體不一樣，但是我們可以有一些現在的更健康的這種保健品，是可以很好的達到更好的這種健脾的效果的除了運動當然最好的方法還是運動，就我們今天做的槓鈴，還有其他之前錄的一些這種小練型的功法，其實都是很好的健脾的方法。只要動起来，一個是可以生陽氣，一個就是可以增強脾胃的這個運化能力。但是現在也有很多這種很成熟的保健品，效果也是不錯的我也經常給我的患者還有身邊的朋友推薦，我家裡人也有吃，我自己也有吃。有一個組合，我覺得針對這種情況大家可以試一試。一個是消化酶，還有就是老生常談的這個益生菌，還有就是纖維素
這3種可能大家都試過或者吃過，但是要想讓它們效果最大化呢，就是3个最好是配合着吃。每个人情況不一樣的，你用的這個消化酶和益生菌可能會有些區別。大家可以試一試，不一定說是貴的就好，便宜的就不好。大家就是可以先找一找常見的品牌，然後試吃個1、2周。如果覺得脾胃的消化能力啊，你的大便的情況有好轉，那說明你還是比較適合的，那就可以用這種。纖維素的話，比較常見的就是 Costco 有2種，一種是那種橘紅色的，還有一種是白罐的。橘紅色的那個它也是寫的無糖，但是會有一點甜味，可能加了一些代糖。你要是小朋友或者是老年人，他可能接受不了那種纖維素那個口感的話，可以吃這種。然後更好的話，如果說覺得對口味無所謂，那就可以吃那種白罐的。它白罐的是雙向調節的，就是你便秘和腹瀉都可以用。它纖維素呢，就是車前子草啊，當然白罐那個是另外一種植物，它是2種成分，但是作用原理是一樣的，就是增加這種水溶性的纖維。然後它呢是打成很細的這種粉末，大家不要買那個膠囊啊，那種膠囊的話效果是很差的，就買那種粉末狀的。粉末狀的它沒有太多的其他的東西，就是纖維素。橙黃色的那個呢，就是車前子草的草籽兒打成粉了。這個纖維素它吃到你的腸道裡面，它會吸收大量的水分，但是它吃的時候也是要求配合喝大量的水。這樣你腸道中的多餘的水分吸收之後，那它其他的營養物質也會吸收的會更好一些，就防止這種腸道的水腫，也是可以間接的解決很多這種胃脹啊，然後運化比較差，尤其是說大便排便不暢啊，大便粘馬桶的這種比較多這種痰濕的這種體質的情況。當然肯定還是最好能配合運動，能夠配合這種健康的飲食吧，還有生活習慣。螺旋藻，保肝的，我還確實是研究過這個東西，我沒吃過 Costco 那個，但是你要是有特殊的需求，比如你的肝功能的問題有的話，可以試着吃一吃，這個因人而異，我不是太推薦。但是如果吃了覺得身體狀態好啊，你去家庭醫生那裡查血的指標，查肝臟的指標也有好處的話，可以定期吃一吃。這個看每個人情況。我沒這方面需求，所以我就吃過一小段時間這個螺旋藻，反正對我來說幫助不是太大，後來也沒有再吃。那個還是別人做的，就是我原來不是有一個朋友，他是給那種世界的那種頂級的保健品廠提供原材料的嘛，所以他給了我一些號稱是從法國這種天然的螺旋藻，但我覺得沒有太多的這種個人的感受吧。我覺得還是從消化來說的話，就剛才我說的這個組合是比較好的，消化酶、益生菌加上纖維素。然後簡單解答一下，拿性小司機他在這個評論裡面問的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上一次棒鈴這個直播的講的這個側擺，棒鈴側擺的時候，他說他的腳踝會覺得有這種扭轉壓力很大，就有點不太舒服。這個呢，有幾種可能，一種可能就是你的這個重量太大了。還有就是你側擺的時候啊，這個身體沒有，核心沒有相對的做這種防止它被它這種慣性帶偏的這種拮抗的這種阻力給的不夠，所以它可能很多的力量就直接下到腳上了。可以試着減輕一下這種棒鈴的配重，或者說有意識的收緊一下核心，可能會好一些。還有呢，如果說實在是這個腳不舒服，也有可能是你腳踝之前受過傷。這樣你做這種側擺的動作的時候，就是確實可能會腳很不舒服，那我們就不要勉強，就可以換一下動作，調整一下動作細節。它在棒鈴訓練體系裡面都是有不同的動作，不用說特別勉強去做。我簡單說一下，就是很簡單，就是我們做棒鈴側擺的時候，如果你只是說這種虛實部的轉換，它可能會對這個腳踝壓力比較大。
但是我们只要調整一下，就是把身体稍微側轉一下，同時這個後腳，然後有一點點旋轉，腳尖點地，就好像打高爾夫球一樣。這個動作呢也是叫做高爾夫球擺。我做一下啊，就是這樣，這樣基本上腳踝就不會有壓力了。如果是喜歡打高爾夫球的朋友，也可以專門練這個動作。這個動作本來是想之後再講的，但是正好他這個達姓小司機提到這個問題了，我們就簡單示範一下，可以改成這個動作。練一段時間之後，或者是調整一下腳踝，再試試我們上次說的這個側擺。然後今天的直播主要內容呢，就是說針對肩膀還有肋骨外翻。就是有一位叫劉磊的觀眾朋友，他留了一個言發帖，就是問，肩袖損傷怎麼治療，然後肋骨外翻怎麼去處理，怎麼治療，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哎呀，我看完以後，我覺得這個是不是這種同行或者是專業人士啊？就是因為他說的這個啊，其實是一個問題。怎麼說呢？這個肋骨外翻呢，好多人以為它是這個肋骨出問題，但其實不是肋骨出問題，它是它的脊柱，然後骨盆、胸廓整個發生變化造成的。然後肩袖損傷也是這樣，肩袖損傷其實除了一些意外，比如說一種外傷造成的肩袖損傷，這種其實也不能說常見吧，但是確實有這種。我之前有一個很印象深刻的病人，他就特別典型。他是當時在北京的一個公交車上，然後扶着這個扶桿站着嘛。然後那個公交車司機呢，就是出現一個情況之後，前面有一個緊急的車禍，然後臨時一個急剎車，然後他就手抓着這個，因為他當時是完全放鬆的，不知道前面出現特殊情況了，然後手抓得很緊。然後，但是整個人呢是被甩到外面去了，就等於整個除了手是拉緊的，然後這個整個身體就完全摔倒這種狀態。當時整個人直接就昏迷了，非常的嚴重。他那個就是肩袖明確的損傷，做核磁有這種水腫啊，能夠看得到，就是肩袖這個位置損傷了。還有一個病人呢他是在那種農業，應該是農業生產吧，就是拿一個那個手扶拖拉機做發動機，做一個什麼東西，然後吊在一棵樹上面，然後結果突然那個機器失誤，然後他就把整個人手抓在那上面，就直接整個人掉下來，當時也是就昏迷了，然後整個人吊在上面，就是一只胳膊吊着，然後人昏迷的狀態，然後也是肩袖損傷非常嚴重。當時都沒有脫位，可能有一點點脫位，但是後來我們看主要就是肩袖損傷。肩袖損傷呢，這個診斷其實是比較明確的，它叫一個叫做疼痛弧，就是我們側舉手臂、肩膀側舉在下面的時候沒有任何症狀，不疼的。然後呢，在上面的時候，就是在上面這個角度也是不疼的，它可以抬得上來。它和肩周炎不一樣，肩周炎是完全抬不起來嘛。然後這個肩袖損傷呢，是在上面是可以抬的，而且抬的時候它沒有任何疼痛，沒有症狀。但是它在這個高處和低處之間，它有一個疼痛弧，在這個角度的時候，一到這個弧度，它就疼痛非常劇烈。所以這個肩袖損傷是很折磨人，而且它肩袖損傷它裡面會水腫，很多人夜間是疼痛很厲害的，你吃一些常規的止疼藥完全沒效果。但是我們怎麼認識這個肩袖損傷呢？從我治療的經驗還有觀念，包括就是一些文獻吧，就是現在就認為這個肩袖損傷，表現的是肩袖損傷是這個疼痛弧，但實際上它的損傷的位置呢是叫做肩胛胸廓關節，就是我們胸廓後面肋骨還有這個肩胛骨之間是有一個關節的。這個特別有意思，就國內的解剖書還有外科書裡面，好像這個關節就忽略掉了。你去看一些很多解剖書，它是沒有這個關節的，標都沒標出來，也沒有這個說明。
然後國外的解剖書我也看了一些，然後有一些解剖書裡面它会有這個關節，這就叫肩胛胸廓關節，然後有一些解剖書裡面它也是沒有。我看好像中國這個解剖書它是有一部分是從俄羅斯来的，但是又不像俄羅斯那個解剖学做的那麼精細。我那時候在聖彼得堡看他們醫學院那個解剖圖，就是手繪的那種，真的是非常精美，就是可以當做藝術品看的，非常精美精細。然後你看的真的是感覺就好像真的是在解剖人，肉眼看到那种狀態。所以我們治療呢，並不是說你這個肩膀疼，當然肩鞘損傷有的人他因為位置不一樣，他疼的位置也會不一樣。但是特點就是這個疼痛弧，然後好多人他治這個肩周炎也好，治這個肩袖損傷，他就哪兒疼他去懟哪兒，但是這個病人本身就已經疼痛很厲害了，他吃止疼藥都沒效果，然後打封閉有時候都沒效果，因為打不到那麼深的位置，然後你再去針灸啊，去按摩，去刺激他這個疼的地方，那他只能增加患者的痛苦，並不能解決他的問題，并不能改善他的症狀。那我們治療的思路呢，其實是要調整他的胸廓，就是讓他胸廓的彈性、肋骨的彈性恢復，讓這個肩胛胸廓關節，它的活動更平滑，避免這種摩擦和卡壓、卡頓，這樣他這個肩袖損傷就可以得到恢復的機會。那當然看他損傷的程度不一樣，他恢復的時間也不一樣，很多是需要3、4個月以上的，就基本上比骨折恢復的還慢。如果是伴有一些神經損傷，可能還要更慢。然後它為什麼和這個肋骨外翻就扯到一起呢？肋骨外翻實際上在這個體態裡面，它叫做開剪姿勢，就是說我們這個骨盆和胸廓這裡，它是這種剪刀一樣打開的這樣的狀態。正常的話，它應該是肋骨是內收下沉。然後骨盆呢，它是一個中立位，略微有一點點前傾。男性的話是0到5度，然後女性的話是15度到30度。男性超過5度，女性超過30度。當然這個測量方法不一樣，這個數據是不一樣的，但是都是有一個範圍，有一個正常範圍。超過這個呢叫過度前傾，過度前傾之後它會出現這種體態。我簡單模擬一下，就是我們說的這個叫假翹臀，然後這個肚子挺出來，然后這個肋骨呢就翻出来了，然後呢就好多人你去看他這個腰圍去測量，哦 ，Rock fan 來了，歡迎。好多人就他這肚子其實不大，就是為什麼說肚子不大？就是你去量他腰圍，腰圍並不大，但是呢看着是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将軍肚，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女性就是有這個很明显的这個小肚子。然後它的這個陰道口的位置的朝向會和正常的不太一樣，也會影響一些這種婦科呀，這種盆腔的器官的供血和功能，包括生產也是會有影響，懷孕也會有影響。然後男性的話就是容易出現這種性能力的這種改變呀，下降。就是說我們說的這個實際上就是它的根本原因在於它的這個骨盆的狀態，就是過度前傾。然後呢，它的肋骨呢要維持平衡嘛。你想想我，如果这個骨盆過度前傾了，它是身體有一個像我們說的這種折胯的這種狀態。如果你要身體要保持平衡呢，你不可能這麼彎着呀，你要直起來呢，它這個就把肚子和這個胸廓這裡就挺出來了。你這裡挺出來之後呢，你又造成這個上面肩膀，你又不能仰頭看天，你也得看前，所以就变成这個頭前伸。然後上交叉綜合征就是圆肩驼背這種狀態，然後你駝背多了就變成肩膀是往前捲，肱骨前移，肩胛骨前移，它和這個胸廓的這個角度和位置就會發生變化，很多甚至偏瘦的這個女性會出現這種叫翼狀肩胛的狀態，很多瘦的小孩也會出現。這樣呢，你的肩關節的活動範圍必然是受限的。然後反過來說，我們這個現代的生活方式也是這樣，更多的就是你有一個往前往下的一個運動趨勢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介紹2個動作，一個是都是雙手的動作，一個是雙手槓鈴放在肩膀上，還有一個呢是雙手槓鈴放在這種頭後，就是把這個
剪刀狀態、上交叉綜合徵、下交叉綜合徵的這種不良的力學環境，還有它的體態的根本原因，給它減輕、消除一下，讓它反過來，讓身體可以充分舒展開，同時有效的控制好核心，讓骨盆回到中立位。S 曲線這個三折疊就是說法很多，但其實就是会出現同樣的問題，就是你的膝蓋或过深，膝蓋会过深，就是整個膝蓋繃得很緊，然後骨盆有點過度前傾的狀態，腹部這裡是往前頂的，腰椎也是往前頂，然後肋骨下邊這個肋骨這裡就是外翻的狀態，並不是好多人以為的說的是吃東西吃太多了，這個肚子把這個肋骨給頂起來的啊，就好多人他其實並不胖，就是很瘦，然後吃的也不多，但是因為他的这個骨盆的狀態、骨骼結構發生變化了，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態。這種狀態又特別容易造成你上面的上交叉綜合徵之後，你的肩胛的位置發生變化，然後你的肩膀的功能也會受限。很多肩周炎為什麼是叫50肩，就是50歲左右發病呢？很多就是因為我們日常生活大多數習慣都是前面運動的比較多，然後下面用的都比較多，上面後面就基本上很少做這種日常的動作。時間長了以後，它就出現這種功能的退化，形態就發生變化。到了50歲左右，這個到臨界點就開始出現肩周炎了，出現這種肩關節活動受限、卡壓、局部關節水腫粘連的狀態。肩袖損傷也是這樣的，好多人醫院給你診斷的肩袖損傷，其實並不是我剛才說的那種典型的學術上說的肩袖損傷，它好多就是你肩膀有點受限，肩膀有點疼，他就跟你說你肩袖損傷了。但是大家如果是按照教科書去對的話，它其實不是肩袖損傷，只是一個肩關節的我們叫肩峰下撞擊綜合徵。就是說你到這裡卡住了，就是實際上是它的這個肱骨和锁骨，就是肩關節這個關節間隙變窄，然後活動到一定角度的時候，它沒有足夠空間活动空間了，所以會卡住，会疼痛，會壓迫神經血管。其實是兩個病，但是我們理解這個意思，就是都給它叫做肩關節的損傷，因為所有的肩關節的問題到最後它一定是肩周炎。根本上是因為你的胸廓發生变化了，然後你的肩膀活动受限到一定程度之後，它慢慢的血液循環越來越差，所以你的肌腱也好，關節也好，肌肉它這裡的軟組織供血差了之後，它慢慢的彈性變差，最後就出現粘連的狀況了。那我們今天講這兩個動作呢，就是可以有效的糾正這個問題，一個是肩膀的問題，一個是肋骨外翻的問題，但是實際上都是解決我們的胸廓，尤其是上胸段，就是上胸段的第1到第4類呢，有一個俗稱叫死類，就是很多人我們日常生活沒有那種剧烈的運動，沒有這種深呼吸的習慣，所以呼吸比較淺。有很多人終身可能肺底的1/3都是沒有用到的，那我們這個等於是上胸段這兒肋骨它一直是活動度不夠的。那從康復醫學來說，運動損傷就是4種吧，就是過用、不足，還有誤用和錯用。那你用太多了，其實就是中醫說的陰陽嘛，你用的太多了，那就一定出現運動損傷，出現勞損了。那你有一部分用的多了，那一定代表着你另外的部分就用的就少，它就出现这种不足的問題。所以用的多用的少都會問題。好多人到我這兒，我問他說你做了什麼運動啊，或平時做什麼呢？他說我平常什麼都不做，我不會有運動損傷。這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誤會。運動損傷只要你還是生物，還是人，還在日常活動，你都會有運動損傷的。只是說多少，還有你的習慣，你什麼樣的生活習慣，什麼樣的運動習慣，它就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我們只是說盡量避免，盡量可以讓這個狀態可以更好。你說你是植物人，植物人他就是很典型的就廢用嘛，你完全不動了，他就完全不用，他這些功能就會蛻變，就也是會出現運動損傷。我們就是想一下這些概念，就是光
光說不練就是假把式了。我們先做做热身，然後今天主要是肩膀和上肢的动作。所以上次虽然杠铃都是要用到我们手，但是你看上次我们用手，但是練的其實主要是我們的下盘，就是練的是我們的腰胯腰馬合一。今天呢，其實主要練的是中盘和上盘，就是我們肩背的這個位置，尤其是平常活動很少的這個第1到第4類上胸段，胸1到胸4的這個位置，很多人都是這個地方很僵硬，然後甚至会有一些增生啊、变形，好多人說是变成这种水牛背也好啊、龜背也好啊，就是美觀上也不美觀，然後功能上也受限。然後你出現這種肋骨的變形之後，好多這種女性她要戴這個內衣、胸罩，胸衣就穿着會很不舒服，穿鬆了吧也不舒服，穿緊了吧也不舒服，其實都是因為你的胸廓沒有足夠的彈性了。當然，本身現在很多這種胸衣設計的也是很不科學啊，大家盡量找這種寬鬆，然後比較厚、比較寬一點的，然後帶子也是比較寬的這種，不能光從美觀上來考慮啊。那我們先做3組立搖，活動一下肩膀、上肢，做個熱身。我們還是3個方向，正面、斜着和側面各做一組啊。1、2、3、4、5、6、7、8、9、10、1、2、3、4、5、6、7、8、9、10。大家注意做這個立搖，包括一會兒我們去講的這個雙手肩停和雙手背後懸停槓鈴都是一個要領，就是你這個肘要夾緊身體，不要外翻。這個做這個立搖的時候也是，就是像好多做到這兒的時候就特別容易這個肘關節就外翻過來了。我們肘一定是這個垂直朝下的，盡量這個夾緊。哪怕說我握的有寬一點，但是也是肘要夾緊的。大椎袖下面第6節按着還有點疼，很多人的脊柱都是有這種發炎的情況的，它出現缺血之後，後面的這種脊突後的脊後韌帶會有缺血，會有增生炎症，算是正常現象，但是它代表了你這裡的椎體可能有一些偏歪，可能有一些力學環境不太對，或者是長期的不良的姿勢造成的。我們通過運動，通過治療，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拿姓小司機打賞5港幣吧，感謝啊，謝謝老闆。拿姓小司機，祝你身心健康，心情愉快，發大財，買彩票中頭獎。我們斜着再做一組，2個腳與肩同寬，2腳內側平行。1、2、3、4、5、6、7、8、9、10。1、2、3、4、5、6、7、8、9、10。好，做2組呢，我們組間一定要休息啊，休息一個是平復一下呼吸，感受一下心率有沒有變快，然後讓這個關節肌肉都放鬆一下。
好，我們再側着做一下。做的時候一定是匀速的，不要有這種加速或者減速。1、2、3、4、5、6、7、8、9、10、1、2、3、4、5、6、7、8、9、10。好，那這個棍子我們就結束它的任務了。熱完身我们就開始槓鈴。今天呢，兩個動作都是有站樁的練法，就是我們說的靜態的等長收縮的訓練，還有動態的練法。大家看到自己的情況，覺得哪種更舒服，更自然，不會影響呼吸，可以堅持練下去。最主要就是都可以試一試，然後找到自己適合的方式。兩種方式呢，都是可以改善的。一般來說，這種站樁的話，它對這種肌肉啊，還有力量、穩定性的增長會更好一點。然後動態呢，它對改善關節的活動度會更好一些。今天如果是肩膀有肩袖損傷，或者是肩關節的障礙，或者肩膀疼的朋友呢，就是不要追求幅度。第一個動作我們放在這個雙手肩停這個動作是可以比較安全做的，就一般不會刺激，不會引起疼痛。然後正常的，不是說粘連太嚴重的都是可以做得到。但是到一會兒我們去講這個雙手背後懸停槓鈴的時候呢，就是如果你活動受限呢，可以就不要做這個動作，或者是坐着不舒服就不要做了，就停一停，或者我們換其他的動作，就做以第一個這個雙手肩停為主就可以了。然後我做側面斜向的演示啊。還是我們以前講過的雙手持棒預備式。今天的這個下肢，也是會涉及到一點，但是我坐近一點，大家就看得清楚一些，所以可能就不需要看我的腿。腿的話就是一樣的，都是站穩就可以了。然後盡量保證這個骨盆是一個中立位，就是怎麼找這個中立位呢？一會兒我會跟大家說一下，有一些小的技巧和方法。兩個肘夾緊在身體的肋骨兩邊，然後持棒，這個槓鈴呢是跟身體平行的，不要往自己這邊倒，也不要往外倒。往自己這邊倒一點點可以，但是你如果控制不好或者槓鈴太重的話，有可能會砸到自己。然後往外呢，就是你的這個負重會變得比較大。大家不是說特殊的需求的話，一般不需要這麼練，我們保持這個平行，就是它槓鈴和地面垂直的狀態就可以了。這是預備式，我們停10秒，10、9、8、7、6、5、4、3、2、1，然後移動到身體的一側的肩膀。這個時候兩個手臂都是貼緊肋骨的。上次講完這個站樁的這個方式呢，有觀眾反饋他肩膀有問題，練完之後第二天肌肉會有些痠疼，但是活動度是有變大的，還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其實對這種力量的增長也是會很好的。大家有這種持棒預備式的這個姿勢去做站樁，這個時候呢，大家要感受一下你的重心的變化，就是我們從中立位置移動到一側，那我們的重心其實是移動到左邊的這隻腳更多一點。然後這個時候呢，我們要保證身體不會說往這邊倒，身體是
正直的，脊柱直的，頭和肩膀也是直的。然后我们可以試着原地踏步，感受一下怎么让它这里更穩定。换到另一侧。这个都是预備式，然後我們開始正式的動作呢，這個動作叫做雙手槓鈴肩停，就是把我們的槓鈴放在肩膀，差不多就是肩頸的這個位置，放在這裡啊，不要砸上去，砸上去還是會疼的。然後兩個肘呢不要翻起來，一定是貼緊肋骨，然後讓這個槓鈴呢跟地面是平行的。然後同時呢，我們這個身體呢不要這樣扛起來，一定是保持一個平衡的狀態。這個就是雙手槓鈴肩停，動作很簡單啊，但是它這個動作是很有功能性的效果的。就是我記得原來台灣有一個健身博主，他就是實地在陽明山試了一下，就是說這個十里山路不換肩會有什麼結果？最後好像他們這個結果挺慘啊，就幾個人都是跑不了半山就不行了。但是我看那個視頻，我就笑得很厲害，就是這幾個人就是肌肉都練得很好，應該是下了不少力氣了，但是一看就是沒幹過活了。就是我們扛東西啊，就是你像他弄了一個扁擔嘛。然後扛東西就一定是我們這個胳膊，貼緊肋骨，完全貼緊。然後這個扛在肩膀上呢，它是等於是讓這個重物和我們的身體融為一體，讓我們這個重心發生變化。但是呢，它不是說靠這個肩膀這個給它槓起來，給它扛起來的，而是說就是說讓它成為一體。然後我們這個成為這樣，我們移動下肢的時候，它自然就移動了。你沒必要給它抬起來。對吧？你抬起來和這樣放着，它實際上你身體要做的功是一樣的，但是你扛起來呢，你這裡就很緊張，就很容易累。好，我們休息一下，然後換另一側。這個大家就是不用說講究動作啊，就是因為我們後續的動作可能就是還是你要怎麼做這個軌跡，但一開始我們就是做一個中立位持棒，然後放過來就可以了。然後保證兩個胳膊都是貼緊在肋骨上的。這個就動作很簡單，但其實涉及到很多原理的。比如說很多女士喜歡背這個單肩包嘛，就是好多人就背這個單肩包，它其實包沒那麼沉，但是呢，它有了東西以後呢，它就不自覺的就把這個肩膀聳起來，慢慢就形成這個高低肩。那高低肩的本質呢，其實也是胸廓的變形，甚至就是胸椎的側彎就發生變化了。這個是很不好的啊，時間長有可能會影響你的心肺功能，壓迫心臟或者肺的。那我們練這個動作呢，就是要讓我們找到怎麼讓這個肩膀負重，然後同時保持身體平衡。然後我們知道正確的姿勢，身體自己就會學會，他就知道你在背包的時候，或者是負重的時候應該怎麼去做最省力。就是你不需要去扛起來嘛，你扛起來這個意義，這個動作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就是你不管是背包還是說扛重物、爬山路，都是沒有意義的。你這樣別說換肩不換肩的問題了，就是你最後形成就是你沒有重東西了，你還是這樣的，就形成習慣姿勢了。這樣呢，有的人他甚至形成這種就是習慣的中立姿勢，他就是這個肩膀就是聳起來的。那肯定是影響你這個胸廓出口啊，會影響你的呼吸，影響你的這個心肺功能，甚至說你的叫什麼這個大腦的供血也會受影響，因為整個這裡就加緊了嘛。不管是你一側還是兩側都這樣，都是會這樣的。那時間再長呢，它一定會出現這種就是龜背啊、圓肩、駝背。我們剛才說的這些，你胸廓的變形之後，影響肩膀的變形，然後你肩膀的功能受限，甚至發生炎症啊、損傷這種問題了。那好，基本動作講完呢，我們講就是說它有兩種練法嘛，
一種練法就是我们說的摆到这个姿勢之後，我們就站樁保持不動，不動的同時呢，去做什麼呢？去感受我們的身體，感受身體的重心。你這時候正常應該是感覺到你槓鈴所在的這邊的肩膀的腳好像更沉一點，重心是順着這隻腳過來的。然後你要試着移動一下重心，我做的誇張一點啊，移動到這邊一點，移動到另一側一點。然後爭取讓兩隻腳的這個重心受的這個重力是平均的，50%，50%，讓你的重心呢，雖然有一個槓鈴在一邊的肩膀上，但是它重心還是在我們虛擬的這個中線，在兩個腳之間。這個可能不太好找，但是我們去試着找一下感覺。好，下一步呢，就是有的人能找到，有的人找不到，找不到沒關係，找不到我們可以有更好的方法。我離遠一點啊，那我們離遠一點呢，就可以看到我的腳，我們就直接把另一隻腳抬起來，不用抬很高，只要離地就行。那我們這時候肯定是另一隻腳在承重，但同時呢，我們的重心其實是偏左側的。然後我們保證頭和肩膀盡量是水平，不要偏一側，肩膀不要聳起來。好，10、9、8、7、6、5、4、3、2、1。好，落腳，槓鈴回到中立位的預備式，放到另一側的肩膀，兩個肘加緊貼着肋骨。這樣你貼着肋骨呢，等於你的手也是解放的，你的手是很放鬆，它不需要用力的。所以我看最後那個台灣那幾個健身網友、健身網紅吧，他做完以後，最後把那個扁擔都給扛折了，就是因為他這個手一直在使勁兒，但是實際上這個扛重物是不需要手使勁兒的，就包括抱小孩也是這樣的。前一陣有個病人。這個帶孩子嘛，他這個抱小孩說抱得特別累，這個渾身都疼，胳膊肩膀都酸得不行。我們把腳抬起來，然後保持重心的平衡。大家可以對着鏡子啊，然後就可以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平衡的。10、9、8、7、6、5、4、3、2、1，好，落地，手回到中立位。我們這個槓鈴用這種站樁的練法呢，一直在動，一直手在拿着這個槓鈴，你一直可以感受這個肩胛骨收緊，兩個肩胛骨往下墜，往下這個沉肩墜肘的這個感覺。這個就是靜態的練法。他說的抱小孩其實也是這樣的。我們把這個當做小孩的話，當做一個嬰兒，其實你要讓他貼近你的身體，讓他和你形成一體，你的手是不需要使勁的，因為它的重力是通過它的體重是通過你的身體、你的軀幹，然後來到你的兩腳之間，等於你在動就可以了，你怎麼動都行了，這孩子也不會掉。然後呢，你也手是只要輕輕的扶住它，不會滑下來就可以了。然後他的身體和你的身體成為一體，這樣你呢也是很有安全感，也省勁兒。然後這個小孩呢，他靠在你的軀幹上面，他也覺得很安全，也是比較放鬆的。就是你抱，應該說正常的話，你抱個半天都不會覺得累。當然抱半天可能這個孩子這個脊柱會受影響啊，我們不主張就是長時間的抱着這個嬰兒，還是主張就是讓他多躺着呀，然後多翻身呀，多活動各種角度，讓他的脊柱啊身體能夠各方面得到充分的活動。那我們說完這個靜態的練法，我們再說一下動態的練法。動態的練法呢，我先不用這個槓鈴啊。這個忘了之前視頻有沒有介紹過，大家兩個腳呢，腳跟貼在一起，然後兩個腳呢，這個角度控制在90度以內，不要超過90度，不要變成鈍腳。
這個角度也是要感受一下，每個人骨盆的狀態不一樣，所以它這個角度舒服的角度是不太一樣的，大家可以試一下。然后顺着这个角度呢，往前迈半步就可以，步子不要太大，太大的话你可能就不太好控制这个重心了。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重心都是在后脚上，然后我们保证上半身从骨盆往上，胯骨这裡往上是不動的，然後通過下肢的移動，讓重心逐漸移動到前腳，然後再逐漸移回到後腳，讓前後腳的這個重心的配比呢，就是一直在3-7開，到後面70%，前面30%，然後逐漸移動到前面70%，後面30%，然後做10次之後換一隻腳，這就是重心轉移的一個小練習。然後我們再加上剛才說的雙手槓鈴停肩，肩停都可以。啊，我還做這邊，大家看得清楚一點，也是讓槓鈴跟地面平行，放在肩頸這個位置，我們肉比較多的這個地方，不是放在這個骨頭上啊，也不是放在脖子上。然後頭不要歪過去，肩膀也不要歪過去，我們的頭和肩膀都是保持中立位。然後一隻腳往前半步，啊，重心前移1，回來，再往前2，回來3、4、5、6、7、8、9、10，要注意兩個肘一定是加緊貼着肋骨的啊。好，回來換一隻腳，重心前移，第一次回來，第二次回來，3、4、5、6、7、8、9、10。這個動作就是在通過我們上半身穩定之後，校正骨盆的狀態、股的角度，然後同時學會這種重心的控制，還有感受重心的移動和變化。再做另一次。1、2、3、4、5、6、7、8、9、10。好，換一隻腳。1、2、3、4、5、6、7、8、9、10。好，這是一種移重心的練法。但是大家如果覺得這種強度還不夠，就是希望我說是可以通過這個動作，除了鍛鍊肩膀、鍛鍊胸廓，還可以有減肥的效果。那我們可以就是和其他的動作聯動一下，加強一下強度。比如說這個同樣是重心移動，我們就可以用這種彈簧步，一前一後。然後這時候保證膝蓋是伸直的狀態，然後重心在後腳、前腳，這種就是更快速一點的這種移動。把兩個腳好像彈簧一樣
通過腳踝來讓身體快速的移動。这个大概大家就可以多做几次，这个强度还是很大的，对骨盆的調整也會效果更好。那強度大，可能有些人就會有點不太適應。這個動作反而要更注重上面，就是我們上面要注意保持穩定，不要跟着晃動，不要出現這種前仰後合，然後不要出現這種扭曲啊，肩膀不要扛起來，肩膀是放鬆的。這個動作，然後也可以像我們之前講這個手托肌絆一樣，就是兩個腳略微有點外八字，然後同時原地踏步，然後保證這個上半身穩定就可以。就是我們在扛東西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這個我們扛着一個肩負重擔的狀態，然後去爬陽明山啊，這個山路是需要換肩的，我們就回到中立位，然後換一個肩膀，可以再繼續走，也可以腳是一直在走，然後不斷的去換肩，然後加強我們這個上肢的力量。這個就是動態的練法。好，休息下，大家有沒有跟着練呀？有什麼問題嗎？這個肩膀，就是雙手肩停這個動作呢，其實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再到後面有一些複雜的動作呀，還有一些這種連貫的動作，很多時候會涉及到這個位置。大家主要是形成習慣，就是我們的手會有，在肩膀一側的這種狀態，然後這樣我們在後面做這個 shoulder check 啊，做這個繞肩的動作，做這種風車呀、投擲的動作的時候，就不會說有這種錯誤了。我們先做這種動作定型的這種練習之後，再學後面的動作就更容易，不容易犯錯。同時，它也對我們的肩膀的穩定性，你找到這個肩胛骨的中立位，還有肩膀怎麼放鬆下來是更重要的。你像我剛才大家就做了幾組，並不是很規範的做的太多，但是我現在已經覺得肩膀這裡是有一種放鬆的感覺，那重擔卸下來了嘛，然後會有一種放鬆，看着好像是沒有做運動，只是把它放在這裡，但是我們在放的時候呢，有意識的去保持平衡，沒有說聳肩，沒有去身體歪過來代償，就是在正確的使用這個肩膀、胸廓，還有我們的頸椎、後背都是可以得到充分的放鬆的。那如果你是這種伏案工作，或者是其他原因需要長期的用手機啊、用電腦，你做一做這個動作，看着並沒有很累，也不會說出太多的汗，但是通過你調整呼吸，通過放鬆，有意識的把肩膀這裡放鬆下來，它放着東西的時候，你就更容易放鬆，並不是很多人認為說的我肩膀什麼都沒有的時候最放鬆。你放一個東西，它這裡反而提醒你，你需要放鬆這裡，然後才能真正的把它的深層肌肉放鬆下來，把這個胸廓還有肩胛骨、肩膀、肩關節的這些位置回到它正確的位置上。你肩膀這個兩個手夾在這裡的時候，它是讓這個梆鈴，還有你的手臂，還有你的軀幹，就形成一個整體了，它是一個穩定的結構。這個時候是不太需要你用力的，只是需要你放鬆。你越放鬆，它就是可以放的時間越長，而不是好多人認為說的，我拿着一個東西，我就一定要越來越使勁兒。它實際上是要找到一個平衡點，這個平衡點就是我們形成通過身體的姿勢、手的姿勢形成一個穩定的結構。那我們再講下一個動作，下一個動作叫做背後懸停。我們就先不用東西，再講一下，就是我們用手怎麼去做的，就是我做後面，就是兩個手呢，這個盡量抬高，然後加緊加在這個頭兩側，然後手呢就是扶到自己的大椎的這個位置。大家做出這個姿勢什麼感覺呢？就我們日常都是在這個肩膀下面前面這個區間象限去活動我們的雙手，所以肩關節的功能呢，本身肩關節是人體活動範圍最大的關節嘛，它是可以360度的動的，但是我們日常只用它這個1/4的象限去做事情，這就導致其他的象限用的就相對就少。
那做這個双手這個梆鈴背後悬停這個動作呢，就是可以讓我們的肩關節、肘關節高於肩膀，然後呢，同時手是低於肘關節的。這個時候基本上可以說讓我們這個肩關節、肘關節、手都是做一個平常動的比較少的一個角度，可以讓它这個角度的功能得到一個充分的鍛鍊。我們可以先不用梆鈴，因為用梆鈴好多人可能做不到或者做过了你可能会打到自己後背，但是我們是不需要敲打自己後背的。做的時候呢，我们就先用手做。容易犯的錯誤呢，就是好多人一把這個姿勢一做出來呢，這個肚子就挺出來了。尤其是可能有的人他有這種剛才我們說的這種剪刀張開的狀態，骨盆是一個過度前傾的，然後肋骨有外翻，肚子往前挺的這種狀態的時候，他這樣一做，雖然我們的肩膀是胸廓上段是打開的，但是他可能肚子會往前挺的更多，然後會感覺這個壓力都集中在腰椎的這個位置，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一個錯誤啊。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我們做出這個姿勢之後，一定要試着讓這個骨盆回到中立位，然後讓膝蓋稍微彎曲一點點，然後骨盆回到中立位，肚子收緊，然後呼氣。如果你做對的話，你是應該感覺緊張的壓力點是在這個後背背闊肌的這個位置，而不是在腰的位置。如果是在腰的位置，就說明你這個剛才我們說的骨盆和肋骨下段，就是肋骨外翻，還有骨盆過度前傾的狀態是不太對的，有點過度往前挺了。大家一定保持中立位，然後去做這個動作。如果你對身體的感受和控制能力比較好呢，就可以簡單的做個深呼吸，然後調整一下膝蓋，調整一下骨盆的角度，就能夠讓這個感覺張力從腰到背闊肌達到一個正確的狀態和角度。如果做不到呢，或者說你感知能力沒那麼明顯怎麼辦呢？我們就回到上一次說的，我們做幾組正擺就可以了。大家還記得正擺怎麼做吧？我們就先做3組正擺，然後做2組也行，就左右手各做1組，然後大家再做同樣的姿勢，你感受一下是不是骨盆馬上就穩定了。好，預擺，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好，我們稍微休息一下，然後換一隻手。為什麼做幾下做2組正擺它就會變呢？其實正擺就是可以很好的糾正我們的骨盆的過度前傾的問題，可以讓骨盆找到它的中立位，讓它知道它正確的活動軌跡，正確的中立位應該是在哪兒。然後同時把一些可能我們平時久坐呀、下肢活動少、沒有激活的這些部位激活，你就很容易找到下半身、骨盆還有肋骨、腹部的這個中立位，能夠把核心收緊。這樣我們再去做剛才說的這個新動作，雙手背後懸停的時候，就可以做得更正確、更穩定一些。然後我們換一隻手再做1組正擺，預擺，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好，我們做了2組正擺，現在還是同樣的動作，大家感受一下。
手扶到自己的大椎。现在我的感觉就是明显下半身站得更稳，然后骨盆的状態更穩定，然后同时这个手扶到这個位置之後，明顯這個張力就拉伸到後面背闊肌胸椎的中上段了，然後腰這裡是放鬆的，腰是沒有感覺的。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呢？如果沒有感覺，可以再多做幾組正擺啊。那好，我們就開始加上一個槓鈴，也是放到中立位的持棒預備式，然後注意這個上臂和前臂是90度啊，這個角度是不變的。好多人做的時候就是容易這個角度就發生變化了，然後我們這個角度不變，一定是從一側的這個肩膀這裡過去啊，然後回到我們中立位的這個位置。大家看我的手是在肘的下面啊，這個時候有了一個配重，如果你的下盤不穩或者是核心不太穩的話，你的腰椎的壓力就會開始變大了。但是我們做了幾組正擺之後，下盤是比較穩的，所以這個時候更多的正確的張力是在我們的後背，在我們的背闊肌胸椎的這個位置，而不是在腰上。然後同時我們的肋骨是有收緊的感覺的。好，我們可以就這個姿勢就當做一個站樁。10、9、8、7、6、5、4、3、2、1，好，回到中立位持棒。10、9、8、7、6、5、4、3、2、1，然後從一側頭過去，然後到後背，就是大家放心，這個把它放下來啊，它不會打到自己身體的，打到自己身體就不對啊。10、9、8、7、6、5、4、3、2、1，好，回到中立位。這個過程一直是上臂和前臂是90度狀態。這個時候你也可以做的時候，兩個手交換一下位置，都可以，看你的習慣，不換也沒關係。這個就是雙手槓鈴背後懸停。這個加上槓鈴之後呢，因為它有一個配重嘛，所以它會把你的胸廓打開的更多，肩關節打開的更多。同時我們如果能保持骨盆的穩定，腰椎的穩定的話，就可以讓肋骨往回收，腹部往回收，同時把這個肩膀打開，就可以有效的糾正剛才我們說到的這種剪刀張開的狀態，下交叉綜合徵骨盆過度前傾，然後上交叉綜合徵圓肩駝背，還有一些肩關節的活動障礙啊，肩關節的疼痛，活動範圍應該都是能夠得到改善的。那好，這是靜態的練法。靜態的練法之後，我們還是動態的練法。其實和剛才是一樣，就是可以移動重心，感受一下移動重心。我們本來骨盆是一個站立不動的時候是穩定的狀態，然後我們移動重心的時候呢，等於相對增加難度了。骨盆在動態當中，我們也要保證它這個壓力不會到腰椎上，然後還是保持在上背部的。我就不多示範了，大家可以去自己試一下。這個和剛才說的這個雙手肩停是一樣的道理。但是這個背後懸停呢，我們是要多做一做這種，就是剛才我們最後說的這種，和手托羈絆一樣，兩個腳交替倒重心。這個時候呢，我們手是要放鬆，然後讓這個槓鈴呢在後背我們左右擺盪。幅度不用很大，幅度就是很輕微的，隨着我們重心的移動，然後這個槓鈴在擺動。這個的時候和手托羈絆的區別是我們膝蓋就盡量伸直，這樣可以讓力量更好的傳導到上面，然後重心的移動
讓這個槓鈴出現擺動。那我就背對着大家做一下，持棒放到后背悬停。1、2、3、4、5、6、7、8、9、10，好，回来。大家一定就是要让这个重心的这个变化，同时后背的张力还是在上背部，而不要到腰部。到腰部一定是你出现这种过度后仰，然后肚子挺出来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对我們的腰椎壓力、對骨盆的壓力都是會非常大的，這是不好的。也一定要保證，就是我們下半身，尤其是核心腰馬這塊是穩定的。然後雖然出現這種重心的轉移了，但是它這個力量是傳導到手上，然後槓鈴的擺動。這個就是雙手背後懸停。那我們最後再加一點點這種練法上的變化。大家如果只練這個單一的動作是比較枯燥，同時它這種靜態的練習呢，強度其實是很大的。我們就可以加上一個組合，就是肩停，然後過去後背懸停，然後換另一側的肩停，然後再後背懸停，再肩停，再後背懸停，再肩停。那也可以再加一個中立位啊，就是這種大家隨意組合，中立位，然後肩膀後背懸停，然後肩膀大家注意，就是往後的時候不要出現這種就是把自己臉擋住啊，一定是兩個肘是夾緊在自己的頭兩側的。然後雖然隨着上肢的這個移動，手的移動，但是我們的重心是穩的。這個3個位置大家可以隨意組合交換，隨心所欲，放鬆練就可以了。主要就是介紹了這2個動作，一個是雙手肩停，一個是雙手後背懸停，這2個動作對我們的胸廓，尤其是上胸段，都是有非常好的校正功能性的鍛鍊的效果的。同時也為我們以後學更複雜的動態動作做基礎。但是只做這幾個動作，其實已經能夠很好的得到一個鍛鍊康復，讓我們功能恢復，有效的可以糾正這種肩膀的疼痛、活動受限，還有肋骨的外翻呀、肋骨的活動度的下降。做的過程中呢，就是大家不用刻意的追求呼吸，因為我們這個現在教的動作還主要是這種靜態的動作，或者是比較小幅度的動作，沒有太多的發力。所以大家自然呼吸就可以了。你做多了之後，它自然呼吸會根據這種動作去調整的。只要不是憋氣，不要憋着氣去做，不要去這個槓鈴太沉呀，憋着勁兒去做，這樣是容易受傷的。就是身體放鬆，每個姿勢都找到最放鬆、最自然舒適的狀態，然後呼吸自然，呼吸放鬆，怎麼舒服怎麼來。不要這個沒苦硬吃，不要去找說我怎麼難受，越痛苦越堅持。這個練功也好，鍛鍊也好，都是以怎麼舒服怎麼來為根本的。只有你練得舒服，練得心情愉快，練完了也舒服，這樣你才能夠堅持下去，而不是說把這個當做一個負擔，變成一個痛苦了。那好，我們今天也1個多小時了，就先講這麼多吧。大家覺得這麼講槓鈴還可以嗎？就是我們每次都是先從基礎的開始，然後一步一步來，同時有一些針對性，對哪些問題有功能性的鍛鍊，有功能性的恢復康復，這樣來練，然後慢慢大家基礎好了之後，我們再加上這些其他的組合，一些複雜難度比較大的動作。這個槓鈴鍛鍊一定不要追求高難度，不是說為了好看，為了漂亮去做。為了什麼越來越重這個大重量去做，我們就是最輕的就可以。甚至說我沒有槓鈴，我就找一根短棍，拿一個擀面杖，
我假裝它是槓鈴，擀面杖也有重量嘛，然後我们一樣可以做这些摆盪啊、側摆、正摆，然後肩停、後背悬停，这都可以做的。你像我们虽然練了1個小時，但是其實做的組數並不多，可是我現在已經覺得工作一天的這個疲勞得到一個有效的釋放，身體啊、手臂、肩膀、後背都是很放鬆、很舒服的這種狀態吧。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着練，練完感覺怎麼樣？可以回頭直播完以後評論區說一下。大家還有什麼建議也歡迎留言。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先到這裡了，大家週末愉快。直播結束。